近期，基辅邮报独家获得了2段视频，显示乌克兰特种部队在苏丹追捕瓦格纳集团雇佣兵，并和其展开激烈交火。那么，两者是怎么在苏丹打起来的呢？咱们接着往下看。根据乌克兰安全和国防部门消息人士透露，目前该国特种部队正在非洲国家展开一项行动，准备清理瓦格纳私人军事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特种部队。而这段视频呢，则显示了乌军特种部队的具体行动细节。消息人士称，这段视频呢是在2周前，在苏丹一个未命名的城市地点拍摄的。第一个黑白视频呢，似乎是由无人机使用红外成像在夜间拍摄的。一小群人呢包围了一个大院，视频中突出显示了其中的目标。在一组图像中呢，攻击者使用手持式火箭发射器向建筑物窗户射击，但从爆炸的力度来看，至少在2楼的瓦格纳下场呢，恐怕你懂的。随后呢，发生了多次爆炸，镜头在红外夜间摄像机和爆炸闪光照亮的常规视图之间切换。大楼里的一些人开始还击，而其他人则试图逃跑。第2段视频呢，则是在白天，也是从距离地面200到400米高空盘旋的无人机拍摄的。画面中呢，没有出现乌克兰特种部队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人正在街道上奔跑，附近可以看到几起类似手榴弹或者是中口径榴弹炮爆炸的画面，爆炸的来源目前尚不清楚。在这2起事件发生后呢，乌克兰政府既没有正式承认在苏丹部署了外勤人员，也没有否认在该国针对瓦格纳战士展开行动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则认为，乌克兰特种部队可能在苏丹发生的一系列无人机袭击，其目标呢是针对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地面行动的幕后参与者瓦格纳。报道称，RSF 得到了瓦格纳集团支持，这一系列行动增加了俄乌战争蔓延的可能性。在那个时候，虽然无法独立证实乌克兰是否参与了这一系列行动，但从其获得的无人机作战视频片段呢，可以看出乌军无人机袭击的特征。毕竟这是乌克兰在与俄罗斯作战中使用过的策略。然而，在非洲战场上，这种策略呢并不常见。那么，2支部队为什么会在苏丹这个地方打起来呢？关于这一点其实最早是要追溯到2017年，当时苏丹总统巴希尔曾经前往俄罗斯与普京会面，要求俄罗斯的支持和庇护。作为交换条件，巴希尔允许承诺俄罗斯在苏丹建立海军基地，并给予特许采矿权。于是，在后来的2年里，俄罗斯已经在苏丹进行了矿产资源开采，并派遣了瓦格纳雇佣军保护这些利益。但随着后来苏丹政变的发生，俄罗斯与苏丹的新政府的关系逐渐紧张。目前，苏丹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快速反应部队正在进行内战。在这场战争中呢，瓦格纳雇佣军站在了反政府武装这边。尽管瓦格纳雇佣军官方声称他们只是私人军事公司，和俄罗斯政府无关，但在乌克兰看来呢，无论是俄罗斯正规军还是瓦格纳雇佣军，都已经成为他们的主要敌人。而且值得注意的是，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早在1年前呢，就曾公开表明，所有曾经正在或者计划攻击乌克兰的俄罗斯战犯，都将在世界任何地方受到惩罚。到了今年9月份，泽连斯基在参加完联合国大会之后呢，在返回的途中，又与苏丹领导人布尔汉将军在爱尔兰香农机场举行临时会谈，并表示自己会帮助苏丹政府军对抗瓦格纳。随后呢，很快就发生了一架不明身份的伊尔76运输机在非洲马里共和国加奥地区坠毁，而这架飞机上可能搭载的就是瓦格纳集团的成员。除此之外呢，在随后的苏丹内战当中，布尔汉将军的苏丹武装部队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战术手段，开始使用 FPV 穿越机，带着 RPG 火箭弹弹头去打击快速支援部队的皮卡车了。拍摄的视频迅速被放到网上，来彰显苏丹武装部队的战果，打击快速支援部队的士气。这种作战战术呢，以及操作手法，再联想到先前泽连斯基和布尔汉将军的会面，其操作者是谁，想必就不用大兵多说了吧。至于苏丹政府背后的乌军，从布达诺夫出来表态的细节来看呢，应该是隶属于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的特种部队。现如今，乌克兰军队的特种部队是分为2个系统的，分别是武装部队体系和国防部情报总局自己的独立体系。
其中武装部队体系在战争爆发前拥有第3特战团和海军第73特战中心、第8特战团以及第140特战中心，其主要任务是执行反恐或侦察。而国防部情报总局的特种部队则包括了萨满营、海妖营、阿坦营、斯图格纳营、索里奇科营，还有克里米亚鞑靼人组成的克里米亚营。虽然乌军特战单位总人数并不算很多，也就1万多人，但其军事素质还是很不错的。无论是萨满营还是海妖营，都屡次出现在乌军的捷报当中。这些部队派出部分到非洲追击瓦格纳，倒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。而且乌军的这几场行动也一定是有着外部盟友帮助的。毕竟，想要支撑起一场跨越洲际的特种作战，所耗费的资源是十分庞大的。无论是人员装备的大规模运输，还是情报分析和后勤支持，都缺一不可。而现在的乌克兰并不具备这种能力。其盟友究竟是谁？大兵认为呢，最大可能是2个国家，他们就是美国和法国。两者在非洲都有着比较强大的军事存在，无论是军事基地还是军事情报，都能够满足乌军跨洲打击瓦格纳的想法。尤其是美国非洲司令部的情报部门对非洲地区的军事情报掌握较全，用来给乌克兰特种部队的行动提供支持是完全足够的。当然，在大兵个人来看呢，乌军特种部队的这次行动，除了完成先前做出的承诺之外呢，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，那就是阻止俄罗斯在苏丹建立更多的影响力。今年2月，《泰晤士报》就报道了苏丹已经批准俄罗斯在其红海沿岸建设海军基地。毕竟俄罗斯这个国家很神奇啊，土地广袤，但出海口却算不上多。而且在这些出海口里呢，圣彼得堡港还被北约给包围了。自从芬兰加入北约，波罗的海实际上已经变成北约之海了，因此俄罗斯对黑海的控制权就更加急迫了。在黑海呢，俄罗斯有3个出海口，出来以后呢，经过土耳其海峡就可以到达地中海。到这时呢，就有2条线，往西可以经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，往南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，就可以到达印度洋。这里就有一个关键的地方，红海。苏丹呢，在红海有超过700公里的海岸线，它的对岸就是沙特。如果俄罗斯在这里建立一个军事基地，一来呢会大大稳固其在红海的势力，二来呢将大大增强其在中东和非洲的影响力，甚至和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合作都会大大加强。而这种结果是美国以及乌克兰都不愿意看到的，其一定会想尽各种办法来阻碍俄罗斯在苏丹军事基地的建立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，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。我是大兵，我们下期再见。